比特币面临重大风险了吗？是否该平仓多单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目前我依然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多单，以太坊仓位只有比特币的一半。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获利呢，虽然说比之前少了不少，但是依然还是有360万、370万左右的收益。那我现在应该平仓吗？我们这支影片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然后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了，对，都不用交易，你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的盘面吧。现在呢，其实我们从周线上，我们现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最近山寨币跟以太坊涨得很猛，尤其是昨天的以太坊，然后前一阵子的山寨币，它的强势程度令人印象深刻。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就是Bitcoin Dominance， 也就是比特币的市值呢占总体加密货币市值的比例是多少？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上一轮小牛市的时候呢，行情在往上走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涨得最急的这一段，涨得最快最急的这一段呢，我们的 Bitcoin Dominance 它都是在不断的上涨的，也就是我们的上涨它是需要有 Bitcoin Dominance 的多头走势，然后来配合的。那一旦我们的 Bitcoin Dominance 它开始往下走，甚至开始出现比较大的回调，开始出现震荡，开始出现比较大的回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迎来回调，甚至暴跌。你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那我认为现在呢，我们也可以套用在一样的情境之下，因为现在也是小牛嘛，这个没问题。那我们在走这段上涨的同时呢，你可以看到，其实 Bitcoin Dominance 它是都有跟上的，这个是周线，所以级别其实很大。那现在呢，开始有拐头往下走的迹象啊，这其实是危险信号，或者说呢，这个是一个危险信号的开端。我认为它确实会成为一个危险信号的开端的，它还不能说是到最终要开始暴跌的这个阶段啊，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确实已经出现这样的苗头了，也就是我们的 Bitcoin Dominance 它开始往下走了，这对于加密货币市场来说呢，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好。那除了这点之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再回到日线上吧。日线上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位置啊，它有一个上升的三角。那这个三角如果说它往下跌破的话，那就有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了。那我会认为，如果说要往下跌破的话，它很有可能的形式就是来一根比较长的针，但是很快就收回来啊。这种针呢，它常常会出现在要轻杠杆的时候。为什么说需要轻杠杆呢？所以大家要注意这条趋势线被跌破。这条趋势线如果被跌破的话，很有可能会意味着我们即将有一波比较深的这种跌幅出现，而且有可能是比较快的。所以这点大家还需要很注意。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资金费率，因为资金费率可以表示大家开的仓位怎么样，也就是大家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仓位啊，或者说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杠杆？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资金费率已经来到很夸张的地步了。一般来说呢，我们是以1/1000作为基础费率的。那现在呢，基本上主流的交易所，我们还是观察 Bybit、币安、OK 这几家，它都已经来到了5/1000甚至6/1000了。这个资金费率其实非常非常高，因为它是以仓位价值去做计算，而且它一天收3次，每8个小时就收1次。那以太坊的资金费率就更夸张了，甚至来到7/1000，这个是很夸张的。那其实资金费率我们当然不能只看某一个时段的，我们应该要看一个期间的，比如说我们看，比如说好几根4小时，好几根日线，这样才比较有参考价值。如果我们只是看一个时段的，这样是没有参考价值的。那我们就摊开比特币的图表呢，还有资金费率，下方就是资金费率。当然这个是open interest weighting， 就是它有经过持仓，然后去加权过的，因为有很多家不同的交易所。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其实资金费率确实是很高。那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这种资金费率的高呢，它在历史上面它是属于在什么样层级的？我们把这个图表给稍微放大级别一点，我们看更远一点，你可以看到呢，基本上我们只要出现了这种非常非常高的费率呢，确实价格它就很难再上去了。其实资金费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它确实就不可能暴涨对，确实就不可能暴涨。那
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资金费率很高的时候呢，它后来都是用什么方式去化解的？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里，资金费率就已经开始很高了，那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就高的不像话了。当然它是有一段时间，它不可能是只有一根，只有一个时段，那是不可能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到后续呢，资金费率很高的情况之下，它就出现了杀多头的这种表现。当时杀多头杀的很狂哦，我们从53000呢直接一路杀到4万，杀到39000，这个是非常夸张的。对，就是从53000一路杀到39000，对，我相信这可以清掉绝大多数的杠杆。那后来也可以显现是有效的。当我们的资金费率恢复正常的时候呢 ，OK， 没问题的。我们下一波多头走势呢，那就要开始了。那我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也就是顶部，资金费率也是非常非常高，高的很吓人。那我们来看到我们当前的情况吧。当前的情况呢，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资金费率很高。那我认为它会以某种形式修复，才有机会继续延续我们的多头走势。那如果说这个资金费率呢，它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震荡啦，比如说瞬间的这种下跌啦，都没有把它修复回正常的值的话呢，或者说正常值的附近，正常值的附近也可以。那我们这波多头走势呢，很有可能就会宣告结束。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比特币的走势当中，它就只是回调、调整、盘整而已，它并没有杀多头，就是没有太夸张的这种杀多头。那或许我们在最近呢，在未来的时间之内，未来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很有可能就会遇到这样子的行情，所以这点是大家务必要很小心的。那如果说现在想要买入的朋友们，或许是可以再稍微缓一缓的，或许可以再稍微缓一缓。那如果说你现在有多单，或者说有现货怎么办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你的价位。如果说你的价位是在4万的上方的话呢，4万上方你才进的多单或者说现货，那就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你是在3万8的下方，那或许还好一点。那4万的话，其实就在这个位置4万它确实是有可能再回来触碰的。那这点是大家务必要非常小心。那我们下方呢？下方这里3万8呢？这个位置呢？当然它其实如果回调的很深的话，这里是有可能碰到的。那如果说再更往下的话，我认为3万8以下的仓位呢，就会比较安全一些。那我们可以等待一下看它会怎么做抉择。但我认为这里如果趋势线被跌破的话呢，那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对，非常非常的危险只能这么说昨天其实确实有一波上涨但是昨天涨的猛的币种呢，不是比特币，是以太坊。我们来观察一下汇率吧，就是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图表。昨天呢，它有一波小小的拉升，这个拉升呢，它可以表示以太坊它走的比比特币强，也就是在这波上涨的同时呢，如果你是持有着以太坊而不是比特币，你可以多吃到5.71%的涨幅，这是很可观的，对，非常非常可观。好，如果说大家也想要获得10万美金的奖池，瓜分10万美金的奖池的话呢，很欢迎大家可以参加这个合约比赛。那你可以加入我的战队。其实我们过去的战绩是非常辉煌，然后也都有拿下名次，至少都是前几名。就以华语来说，那这次他就是取前3，我有信心我们是可以拿到前3的，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战队，然后一起瓜分奖池对不对？很有可能你也不用交易太多，但你却可以瓜分很丰厚的奖池，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那我们再来回到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它其实昨天有了一个很猛的涨幅，大家不要小看昨天的涨幅昨天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它涨了多少呢？12%，这什么概念？这很夸张的，这非常非常夸张的。那现在确实有回落了。那其实以太坊它走的比比特币强的这个信号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通常是到了多头走势的中后期才会出现以太坊比比特币强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你现在手上你是持有着以太坊的话呢，或许你还可以拿一拿，因为很有可能可以表示以太坊它的强势正要开始。当然这也很有可能是步入了多头末尾的一个征兆了一个征兆之一了。那我自己是不会再换，我自己就是持有现在的仓位就好，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可能接下来会回调，接下来回调的机会是蛮大的，不得不说。那在回调的过程呢，在下跌的过程呢，最有抗风险能力的币种，除了稳定币之外呢，绝对就是比特币了，对，绝对就是比特币了。所以，
我不会针对我的仓位做调整哦，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现在的仓位还是以比特币比较多为主啊，应该说比特币是绝大多数了。那山寨币的总和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总仓位的5%。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呢，现在如果回落的话，前期的2330，2330，它会形成短暂的支撑，对，它会形成短暂的支撑。那我认为我的以太坊的价位呢，我的入场的均价还勉勉强强可以。那我们就等它看盘面会怎么做动作。那当然，如果你的价位是不太好，比如说你的价位可能是在2150的上方，2200的上方。那我认为就真的有蛮大的风险，很有可能这个清杠杆的过程就会把很多人给清掉了啊，至少价位不好的人是一定会被清掉的。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Solana 吧 ，Solana 很多人在讨论，因为确实它前一阵子涨得很猛。那我相信我们社群很多人因为它赚到钱，因为我们是从50块第一次做多，然后到了这个60、70的时候平仓，然后我们前几个礼拜呢，在70多块的时候又进场一次，然后最高点有到126，算赚的真的是。这等于说整个波段啊，整个往上涨很疯狂的这个波段呢，我们都有吃到。那现在它确实有回落了，而且我认为其实我们的最高点呢126啊，它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目标价位区间了，至少非常非常接近了。我们给的目标价位区间大概就是130到140啊，这个都是有证明的。我们可以回去翻之前的影片啊，我们之前有很明确的给出，就在130到140。那其实到126，我认为其实也差不多了。那 Solana 呢？这个币种的基本面我还是很看好的。其实现在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走势走得很陡峭。那通常这么陡峭的走势的第一波回调呢，通常它都不是结束，因为结束呢，它还要从涨得陡峭变得涨得比较平缓，然后涨得比较平缓之后呢，还会走震荡，然后震荡完之后呢，它才会开始下跌，通常是这样的过程啊。那我认为这个回调它真的就只是回调而已，它就真的只是在上涨当中的一个调整，因为你可以比较一下这波上涨它相对于我们之前的涨幅其实还是很小的，我们都涨了这么多，对不对？跌了这么一点点还好。那这个跌幅呢，你可以看我们可以跟之前这里比较，这里是24%，对不对？我认为我们现在就是在走类似这种样子的回调，这里也是在走20出头%的回调。那如果说其实之前呢，很多人在上涨的时候呢，都在问说，什么币种有好的价位，什么币种有好的价位啊？其实上涨的过程都不会出现好的价位的，都不会出现好的入场点的。最好的入场点呢，一定是出现在下跌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波回调结束的时候，或者说这波回调呢，它真的下杀的差不多了，其实就是最好的入场点了。那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期待的。当然，事情都是两面嘛。坏的这面就是我们有可能面临回调这对于多单对于现货来说绝对是风险，但好处就是回调，如果你有资金的话，这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入场机会。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